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没有什么军事空间战。不过我们同样可以把美国的轨道反卫星武器当成太空垃圾，用特制的卫星把它抓住，用力扔回大气层烧毁，不让它在轨道上危害太空安全。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面说。美国要求中俄反卫星武器研发，其实呢是他自己干的最过分。4月20号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视察范登堡太空军基地的时候，公开向全球喊话，要求立刻禁止直接上升式的反卫星武器的研制和试验。哈里斯表示反卫星武器严重地威胁了他的军用和民用卫星，并且反复地把中国与俄罗斯的反卫星实验的这个案例拿出来，试图证明中国、俄罗斯都是太空安全的危害者。其实呢，在反卫星这个事儿上干的最过分的就是美国自己。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进行了3次试验，把核武器发射到地球轨道上，模拟击毁苏联的轨道轰炸武器。上世纪70年代，苏联研制了爆炸性的轨道反卫星武器，并且在80年代初实施了大规模的演习。还是在80年代初美国试验了用 F-15 战斗机发射反卫星导弹，击毁了一颗报废的卫星。2007年，外电报道中国用地面直接上升式的反卫星导弹击毁了报废的风云1号气象卫星。2008年，美国用标准3导弹击毁了一颗报废的军用卫星。2019年，印度实施了一次地面直接上升的反卫星武器试验，击毁了自己的报废的遥感卫星。2021年的10月，俄罗斯实施了地面直接上升的反卫星武器实验，击毁了80年代发射的一颗报废的军用卫星。印度也进行过地面直接上升式的反卫星武器的试验，在宇宙里面留下了一大串碎片，美国军方却对这件事只字不提，可能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决定要拉拢印度来反对俄罗斯和中国吧。美国政府提出禁止地面直接上升式的这种反卫星武器，意味着他已经开发了其他的类似的反卫星武器，可能效率更高，性能更好。这种武器会是什么呢？科幻色彩最重的当然是定向能武器，其中有硬杀伤的激光和软杀伤的干扰机。激光武器目前还不太成熟，干扰机却早已服役了。在2020年，美国太空军曾经派遣了一个小队，携带着一台巨大的天线前往伊拉克。据说这是美国太空军第一次向海外部署进攻性部队，那个大天线就是用来发射电磁波干扰卫星通信的。他们去伊拉克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反美武装租用商业卫星服务来通信。干扰机并不能摧毁卫星，美国军的手中必然还有一类装备，既不是地面直接上升的，又是可以把卫星武力摧毁的，那么就只能是所谓的轨道反卫星武器了。轨道反卫星武器是常年部署在地球轨道上的，他们平时从事其他的任务，一旦接到指令就考虑目标卫星，或者是直接撞击，或者是用机械手打击把目标摧毁。美国太空军著名的空间态势感知卫星就具备这样的基本能力。空间态势感知卫星的基本功能就是根据地面的指令，靠近轨道上的另外一颗卫星，越近越好，然后用摄像头来自己观察对方。但是在2021年底美国太空军发布了一条消息，说自己的空间态势感知卫星美国271号接近了中国的实践20号，进行近距离的观察。然而中国方面似乎发现了这个事态，控制实践20号进行应急的轨道机动，躲开了美国271号。美国太空军为此大为不满，指责中国竟敢不让美国如愿以偿空间态势感知卫星上有没有安装机械臂或者其他什么武器，美国太空军没有说，外界也无从得知。然而这种卫星的武器化的潜力是无法回避的。美国政府很有可能把空间碎片清理的业务当成了军民两用，既可以拿来打扫卫生，也可以拿来反卫星。反正这些清道夫是长期部署在轨道上的，肯定不能算作地面直接上升的这种反卫星武器，所以中国、俄罗斯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接受美方的要求的。美国如果一意孤行，
非要部署轨道反卫星武器，那怎么办呢？苏联在上个世纪70年代非常担心美国把反卫星武器实战化，并且进入大规模部署，所以在赞10号军事空间站上呢，安装了一门23毫米的机关炮，那就是用战斗机的航炮改造而来的。机关炮固定安装在空间站的一头，如果美国动用反卫星武器试图击落赞10号空间站的话，苏联的宇航员就可以控制这门火炮向它瞄准，把反卫星武器击毁。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没有什么军事空间站，不过我们同样可以把美国的轨道反卫星武器当成太空垃圾，用特制的卫星把它抓住，用力扔回大气层烧毁，不让它在轨道上危害太空安全。这个中国和俄罗斯也是可以做到的。好，这节话题就说到这里。